这一天注定会到来，可在此之前，你的名字已经光耀金州的年轮。2021年4月13日，伟大的史蒂芬·库里超越了张伯伦，成为金州勇士的队史得分王。不过在所有人看来，库里早已经用他的三分球划破了天空的极限。在这片拥有深厚篮球底蕴的土地上，他已经成为众望所归的金州之王。从一位稚嫩的青年领袖，再到一支王朝之师的统帅，今天的库里在王朝落寞的一片荒芜中戴上王冠，此刻他就是传奇。2009年的选秀之夜，手握第7顺位的勇士选中斯蒂芬·库里。此时的金州第一任大胡子后卫拜伦·戴维斯出走快船，宣告着那支黑八奇迹的勇士濒临解体。在库里来到之前的08至09赛季，他们只得到29胜。当奇迹的浪潮退去，谁才是真正的金州救世主？会是库里吗？他在新秀赛季时就能够砍下36分、10篮板、13助攻的巨星数据，最终以场均17.5分、4.5篮板、5.9助攻、1.9抢断，在三分线上有着43.7%的杰出表现，全票入选了最佳新秀一阵，并且入围了年度最佳新秀的决赛圈。不过库里依旧以100分之差，最终遗憾地输给了出道即巅峰的艾瑞克·埃文斯。除了在数据略逊一筹，几乎当时所有的球迷和媒体对于射手都带有偏见。90年代最强射手雷吉·米勒终生无冠，雷阿伦在波士顿组成三巨头之后才第一次捧起总冠军金杯。在库里之前，无论多么神勇的投手，投篮手感总有失准的比赛，但是防守不会骗人。篮球是巨人的运动，飘在外线的射手不可能带队夺得总冠军。即使是后来开创了小球风暴的勇士，在那个时候都选择将球队中的大合同砸向纽约的全明星大中锋大卫里，以及后来的状元中锋博古特。更何况，此时的勇士阵容中已经有一位名叫蒙塔·爱丽丝的进攻型后卫。库里真的会是他们的救世主吗？常言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在2年级的库里极度的渴望证明自己的时候，他的右脚踝给他敲响了警钟，他不得不在休赛期进行脚踝手术。打球的兄弟们都知道，崴脚这件事情只有0次和无数次。这一次的受伤仿佛打开了库里脚踝上的潘多拉魔盒，病痛一点点地吞噬着这位年轻的射手，仿佛要将他一步步拖入深渊。11至12赛季，库里整个赛季就扭伤了5次右脚踝，比赛也总是打打停停，状态起伏非常大。他在仅仅出战了26场比赛之后，就不得不在常规赛结束之前宣布赛季报销。库里终结了别人的脚踝，而眼下他的脚踝却终结了他。所有人都忘记了他在球场上不可思议的进攻表演，却深深地记住了他咬着牙套为了忍受痛苦拍打地板的画面。库里在和他的私人训练师布兰登·佩恩进行康复训练时，库里悄悄地告诉佩恩，我感觉我这2年除了等待康复什么也没做。他丝毫没有掩盖自己失望的情绪，我感觉到我再也不能上场打球了。2012年4月25日，在南加利福尼亚州骨科研究院，此时距离库里的新秀合同只剩下最后6个月，而他此刻却在手术床上准备麻醉。在不到1年以前，库里就经历了右脚踝2条肌腱的重建手术。按医生的话说，他们当时就像2条烂毛衣一样拉伸着。而眼下 NBA 最盛名的外科医生理查德·费克尔准备挽救库里的职业生涯。医者仁心的他不会知道，他同样在挽救 NBA 的未来。最坏的情况是完全放弃库里自己的肌腱，从尸体的身上取得健康的肌腱后，再次重建右脚踝的结构。如果这样，菲克尔只能祈祷库里的经纪人已经与勇士签好了续约合同，因为他根本不可能在合同到期之前康复过来。不过好在情况没有那么糟糕，上帝留给库里脚踝仅存的怜悯。菲克尔用一种叫刮刀的机动设备，花费了1个半小时才刮干净了库里脚踝里的发炎组织、骨刺以及软骨碎片。库里终于能够健康地回归球场了。2012年10月1日，勇士与斯蒂芬·库里签下了4年价值4400万美元的续约合同。
同时将外线核心艾利斯送走，换来了博古特。球队决心以库里为核心建队，球迷却并不领情。他们当然欢迎大卫里和博古特这样的明星内线，但是他们无论如何也不愿意接受将未来压在库里身上。一个玻璃脚踝的射手，即使恢复健康，又能坚持多久？即使库里在12-13赛季出战了78场常规赛，即使他的场均数据也突破到了22.9分、4个篮板和6.9次助攻，但是他的右脚踝始终如一把达摩克里斯之剑，让球迷们提心吊胆。库里在2013年1月缺席的4场比赛，以及3月上旬伤退的比赛里，都是因为扭伤了右脚踝。最糟糕的是，当勇士好不容易闯入季后赛的时候，库里又在面对掘金和马刺的围剿时，将另一只左脚踝扭伤，只能一瘸一拐地坚持到赛季结束。库里明白，手术只是治标不治本，想要真正解决自己玻璃脚踝的顽疾，重整男人雄风，他还要改变更多。勇士有一个球员状态观察部门，在当时其实就是观察库里的脚踝健康。在部门总监莱尔斯看来，库里虽然是这个世界上变相最好的球员，但是他在职业生涯的早期明显过于依赖自己的速度，给他脆弱的脚踝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但变相真正的力量是来源于人体的髋部，他希望库里能够学会更多的用臀部发力，减轻脚踝的负担。同时，他的父亲戴尔·库里作为一名在 NBA 征战了16年的老将，也向儿子提出了意见，将重训加入到了训练的计划中。为了加强脚踝处的力量，库里90%的下肢力量训练都是单腿完成。莱尔斯惊讶地发现，库里在训练中总是能飞快地掌握训练的要点，并且马上就能复制出教科书级别的动作。他训练自己身体的时间一点也不比训练投篮的时间少。惊人的天赋加上惊人的刻苦，库里的训练成功很快就取得了不可思议的成果。库里原本只能在硬拉上拉起200磅到225磅，在特训之后的第2年就将自己的硬拉成绩提升到了400磅，是他自身体重的2倍还多。在整支金州勇士中，他的硬拉数据仅次于身高6尺11、体重265磅的中锋。虽然库里看上去依旧在 NBA 球员中偏瘦，体重也依旧保持在190磅，但是他身体中蕴含的能量已经超乎了所有人的想象。除此之外，库里的安德玛签名球鞋都在脚踝处预留了带护踝的空间，配合上赞斯特护踝，这一层又一层的防护让库里彻底没有了后顾之忧，如一个球场精灵般全场飞奔。就这样增强身体力量，精心呵护脚踝，每天一杯肾宝，他好，库嫂也好。与此同时，金州勇士队内也迎来了巨变。另一位超级射手汤普森的突然崛起，神射教头科尔带着他的射手体系入驻金州，让勇士有了用3分球对抗全世界的底气。14-15赛季，饱受苦难的斯蒂芬·库里终于迎来了自己浴火重生的时刻。整个常规赛，库里场均能够得到23.8分、7.7助攻、4.3篮板、2.04次抢断，率领勇士在常规赛拿到了67胜15负的战绩，位列全联盟第1。他在出战的80场比赛里投进了286记3分球，刷新了 NBA 单赛季的3分命中纪录。跨越半个赛场的3分球，一次又一次刷新着我们对于篮球的认知。库里用自己疯狂的表现，在全球掀起了3分狂热。2015年1月23日，库里力压詹姆斯和杜兰特，成为了全明星票王，又在3分大赛上夺魁，风光无二。2015年5月4日，创造历史的库里毫无悬念地成为了新科 MVP， 而此时距离勇士的上一个常规赛 MVP 已经过去了整整55年，他的名字同样震古烁今，名为威尔特·张伯伦。在库里的带领下，勇士在季后赛里用3分大炮打的所有球队措手不及。自从1946年 NBA 的前身 BAA 建立以来，有见过围绕双塔建立的内线强队，也有唯快不破的华丽炮轰，亦或者是固若金汤的防守堡垒。但是3分如此凛冽、刀刀杀人的球队却前所未闻。他们最终在14-15赛季的季后赛取得了16胜5负的战绩。从来没有哪支强队能够把他们拖入到第7场。
库里终于捧起了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一座总冠军金杯，将所有人的怀疑都踩在了自己坚强的脚踝之下。只不过 FMVP 还是颁给了一个达拉。库里也在那一夜变身成为了魔王，每支球队都想要限制住他的火力，又想在3分线上复制他的成功。对库里嗤之以鼻的老牌教练开始琢磨3分战术，越来越多的球员投身进入到3分训练之中，努力地提升自己远射的命中率以及距离。原因很简单，他们都想像库里一样打球。他们将库里作为3分射手的天花板，使出了全身的气力去追赶。可是在金州，库里已经独自将这个天花板打破。15-16赛季，谁也没有想到，卫冕冠军勇士不但没有因为夺冠赛季而显露疲态，反而越战越勇，将自己的战斗力又抬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从2015年10月27日的第一场比赛开始，勇士横扫了所有对手，掀起了一波开赛24连胜的惊涛骇浪，一直到12月12日才在雄鹿身上栽了跟头。随着赛季的深入，其他球队惊恐地发现，这个星球上似乎已经没有能够阻挡他们前进的球队。不是说好了投篮的手感会失准吗？怎么眼前这个来自金州的怪物却能在每个夜晚轻易跨越大半个球场，将皮球投进篮筐？库里的手感火爆了整个赛季，他的勇士也一路势如破竹。无论多么巨大的劣势，总是能通过一波3分雨席卷对手，然后在第3节轻松打卡下班。他们在主场取得恐怖的45连胜。所有人都明了，这个赛季的勇士根本就没有在意某一场比赛的胜负，他们一直都在向着那唯一的目标袭来，72胜公牛的神话纪录。2016年4月14日，此时的勇士战绩刚好是72胜9负，他们即将迎来自己在常规赛的最后一场比赛，而对手是灰熊。同时这一天，科比也迎来了职业生涯的最后一战。在勇士面前，灰熊乖巧的像是熊娃娃一般任人宰割，库里轻取对手的同时，常规赛的战绩也来到了73胜9负，超越了篮球之神的公牛神话。而科比也以60分的收官战为自己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在球哥看来，联盟最伟大现役后卫的名誉在那个夜晚已然完成了接棒。那一年的常规赛是属于金州勇士的，同样也是属于库里的。他在这个赛季打破了自己保持的单赛季3分球命中数，从286飙升到402。光是中间增加的116个3分球，都是绝大部分球员达不到的高度。期间打破的无数个3分小纪录堆叠在一起，能够让球哥念到今年赛季结束。除此之外，库里在场均得到的34.2分钟的上场时间里，闲庭信步地砍下了30.1分、5.4篮板、6.7助攻、2.1抢断，成功加冕得分王和抢断王。无可挑剔的个人表现，神话级别的战队成绩。库里不仅在15-16赛季的第一阵容评选中全票入选，更是在 MVP 评选中得到了所有131张第一选票，成为 NBA 历史上第一个全票 MVP。这是乔丹都没能完成的成就，但是却没有人对此感到丝毫的诧异，因为库里在那个常规赛创造的所有成就已经超越了篮球之神，可惜也只有在常规赛而已。原本战无不胜的神话勇士，在季后赛却遭遇了难以想象的阻拦。在前2轮轻松淘汰掉开拓者和火箭之后，勇士在西部决赛上遭遇到了雷霆的狙击。他们在1-3落后的情况下，凭借着汤普森在第6场的救世神迹，终于涉险过关。杀入总决赛的勇士，面对老对手詹姆斯领军的骑士，一鼓作气地取得了3-1的巨大领先。这样的故事好像和西部决赛如出一辙，就连结果也一模一样，只是库里从主角变成了背景板。克利夫兰人带着坚强的意志以及必胜的决心，连下3城。与之相对的是库里在第7场关键时刻的背传失误，让勇士的73胜沦为了骑士造就奇迹的陪衬。这是他职业生涯最遗憾的瞬间，痛彻心扉的心碎和遗憾，让他这赛季结束后的1个月内都不愿意再去触碰自己心爱的篮球。格林在更衣室内呆坐半晌，他自称在此前打了100万个电话，发了100万条短信，一切都通向俄赫拉赫马城。这是他第10001条短信。你看到我们缺少什么了？我们需要你，让这件事情发生吧。这一次，他们终于等来了回音。
我准备好了，让我们联手吧。落款人凯文·杜兰特。联盟最强进攻球员加入联盟最强进攻的球队，但是强行拼凑巨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作为球队领袖的库里展现出了十足的领袖魅力。我不在意谁是球队老大，我也不在意谁在奥克兰最会受欢迎，甚至不在意你的球鞋会不会比我卖得更畅销。如果你下赛季赢得了常规赛 MVP， 自己一定会坐在最前排带头鼓掌。随后的3年里，库里连续2年夺得 MVP， 也连续2年捧起总冠军金杯，同样也连续2年错失了 FMVP。他牺牲掉了自己的场均得分和场均出手，但是其中的过程对于他自己以及整个勇士来说却是一段甜蜜的回忆。他们虽然没能再去复制15至16赛季的神话，但是却在季后赛真正做到所向披靡，无人能挡。而库里从无所不能的超级得分手蜕变成了真正的领袖。他领导球队的方式并不像詹姆斯一样用个人能力将整个球队打理得井井有条，而是和每一个球员都成为最好的朋友，将无私带到整个球队中。那支记忆中的金州勇士，不分全明星超巨还是角色球员，球队上下其乐融融，大家都愿意分享球，也会为每一位队友的进球而欢呼起舞。他们不再沉迷于3分，而是将几位得分手制造的空间利用到极致，各种切入传导，玩出了千百种花样，让每一位球员都能成为球队的英雄。4年3冠的伟业，库里真正的建立出了一个王朝球队。即使在2018年达到顶峰之后，奥克兰人都相信他们仍有进步的空间，在下个赛季踏上新的台阶。18至19赛季，勇士虽然不复往日的神奇，但是依旧保持着极强的统治力，以57胜的战绩牢牢占据西部榜首。其他的西部球队甚至没有给他们制造太困难的阻碍，勇士就在季后赛里一路杀入了总决赛。而他们的对手已经不再是詹姆斯，而是王朝新的挑战者多伦多猛龙。在很多球迷看来，这支没有总决赛经验的球队将会成为王朝勇士的祖上鱼肉。盛极转衰，否极泰来。建立一栋高楼大厦往往需要长达数年的努力，可倾塌却只是在一瞬之间。系列赛第5场，强行复出的杜兰特遭遇跟腱断裂。第6场，G6汤在曾经属于自己的时刻跌入深渊，鲁尼强顶着肋骨骨折的疼痛坚持战斗。库里一眼望去，海啸3兄弟已经失其2，曾经风光无限的王朝之师如今已经满地苍夷。纵使他以场均30.5分成为系列赛得分王，也没能帮助球队力挽狂澜。看着猛龙在自己眼前捧起总冠军金杯，杜兰特选择远走布鲁克林，汤普森又在康复期间2次受伤，就连自己也遭受左手掌骨折的折磨。勇士在19至20赛季从西部第1蹦极跌到联盟垫底。库里拼搏了大半个职业生涯，最终跌跌撞撞回到了原点。球迷们的记忆是有时间的，随着新科 MVP 的崛起，一批批新兴的年轻球员登上历史的舞台，一支支超级球队的拔地而起，很多球迷在这个赛季之后选择遗忘库里过去的辉煌。随着库里年纪的不断增长，我们总是觉得好像已经不能再要求他做得更多了。属于勇士的时代，属于库里的时代，终究是要过去了吗？库里给出了他的答案。他在这个赛季带着一群年轻稚嫩的小将再次踏上征程，从汤普森、杜兰特到乌布雷、威金斯，从28岁到33岁，库里依旧每晚不知疲倦的无球跑动，让这些年轻球员们能够尽快融入到球队中。当勇士被逼到退无可退的绝境时，库里又会在危急关头成为救世主，挺身而出。本赛季至今，库里场均能够命中5记3分，得到30.4分。而在他封神的2016年，这2项数据分别是5.1个和30.1分。33岁的库里正在努力地追赶着28岁时候的巅峰模样，去复制那年不可复制的3分之神。2012年4月13日，在比赛开始之前，库里距离张伯伦创造的队史得分记录只差18分。库里在第1节就开启暴走，独揽21分，超越前辈，独占得分榜榜首。全场砍下53分。伟大的斯蒂芬·库里在金州球迷的簇拥中登基中的菲尔顿只能后悔地看向篮筐，3分入网。
库里兴奋地走出了六亲不认的步伐。这个在3分线上称王称霸的大男孩，将在整个联盟掀起远投革命。时间回到2009年的选秀大会，手握8号签的纽约尼克斯对库里志在必得。库里在纽约试训的优异成绩，让控卫痴汉德安东尼大为心动。双方达成一致，库里随后婉拒了金州勇士队的试训。当斯蒂芬·库里正准备戴上纽约尼克斯的棒球帽的时候，第7顺位的金州勇士抢在尼克斯面前，将库里打包带回家。尼克斯管理层只能无奈地选下乔丹希尔。一眨眼4年过去了，那个曾经让德安东尼心心念念的控卫，并没有发挥出让人惊艳的实力。在 NBA 那群飞天虐框的天赋野兽面前，身材瘦小的库里几乎没有存在感。12至13赛季，勇士选择了用蒙塔·爱丽丝换来了博古特，正式确定了库里的核心地位。这是库里签下新合同的更是以44.7%的3分命中率，场均投进3.1个3分球。但库里还是落选了 NBA 的全明星，因为让他赛季报销的玻璃脚踝，因为他只是一个3分投得有点准的控卫罢了。为落选全明星赛愤愤不平的库里，唯一的选择便是用3分球说话。库里得分欲望在全明星赛之后上涨了许多，不仅场均得分和3分命中数有所提升，库里更是在印第安纳砍下了38分，刷新赛季得分新高。当赛季库里在场时，勇士每48分钟可以得到102.2分。当库里不在场时，这个数据93.4分。库里以一己之力撑起勇士这支青年军的进攻端，可即便是人们开始注意到他，第一时间想到的不过是诸如米勒、雷阿伦之类的传统射手，只是投3分而已，还不是为巨星单挑还有中锋肉搏拉开空间的工具人。只是3分有点准的工具人吗？你敢来见证一场更准更不讲理的3分球吗？只有萌的库里踏上了灯神长街。12至13赛季的金州勇士远不如后来水花王朝的势不可挡，仅仅徘徊在西部第6。而且很快他们就要开启自己的客场之旅。第一场来到冰冷的明尼苏达，库里的3分手感似乎受到冻结，全场投出了5中1的尴尬数据。好在大卫里拿下22分13篮板，帮助球队度过了寒冬。第二战大战步行者，阵中最可靠的大卫里和步行者的中锋希伯特大打出手，最终领到驱逐出场外加禁赛1场的处罚，最终遗憾落败。第二天，库里只能独自带领勇士来到麦迪逊广场，背靠背挑战纽约尼克斯。那一年的尼克斯是管理层脑袋最灵光的一年，常规赛东部第2，甜瓜、小斯、拳王组成的强大前场冠绝联盟，后卫线也有 JR 费尔顿的火力输出。而勇士队中，库里还只是一名年轻的领袖，博古特总是被各种离奇伤病困扰，终日养病。大卫里的缺席让勇士不得让技术粗糙的1年级新秀格林首发出场，而首发中剩下的3人分别是同为1年级的巴恩斯和2年级的汤普森，还有不堪重用的彼得林斯。这是一场纸面实力悬殊的比赛，但是库里改写了故事原本的路线，他以3分为笔，以这个夜晚为开头，书写自己的传奇生涯。第一节才进行到一半，被拳王蹂躏的彼得林斯就被换下，勇士不得已用小阵容对抗钱德勒和小斯。此时勇士的小阵容还远没有他后来的威力，整个禁区就像是拳王的饭桌，一口气吃下28个篮板，刷新了个人生涯纪录。而另一边，勇士全队只抢到了38个篮板，更是丢了16个前场篮板，将饭喂进了尼克斯的嘴里。眼看禁区完全崩塌，库里知道自己要站出来了，只要每个球都命中，那对面就没有篮板可以抢了。
首节的库里只拿下了4分，但是慢热的枪手很快装弹完毕。库里展现出了炉火纯青的3分远投能力，连续变向后的快速拔枪，借高位挡拆后的急停干拔，无球跑动后的接球远射，最杀人夺命的追身3分。库里刀刀致命，单节砍下23分。可惜双拳不敌4手，勇士还是落后3分，进入下半场。一边再战，库里的手依旧热得发烫，他站在3分线上的每一个动作都让尼克斯的队友一惊一乍。库里利用防守方自己3分的忌惮，轻松突破内线，完成终结。在面对包夹时，为队友创造机会，尼克斯也在瓜哥的带动下，一直和勇士队僵持到第4节。当比赛还剩7分17秒，库里一个背运绕过挡拆，在最佳防守球员钱德勒脸上射入3分。勇士队快攻的机会，库里用小碎步减速，随后挺在3分线拔起投篮，篮球干净利落的入网，没有掀起一点水花。最后3分50秒，库里绕出接球，在3分线外转身后仰，抬手就有，留下才刚刚赶到的菲尔顿绝望的背影。库里带领着球队完成了反超，但是也是他们在这场比赛中最后的高光。在比赛的决胜阶段，尼克斯为库里布下了天罗地网，让库里只拿到了2次罚球的机会。伴随着稚嫩的汤普森连续投丢关键3分，